各位加拿大台湾文化节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魏德胜，台湾的导演，希望你们还记得我。好，谢谢。其实早在赛德克在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辛辛苦苦搭了一个大概8000多万的景，还有另外一个大概2、3千万的一个景。这么庞大的搭景费用，然后做完之后，我们本来是想要至少留到电影上映结束这样子。那可是那个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是因为那是私人的土地，政府协调也有点难协调。到最后，我们就是用牺牲打的方式，让它可以留下来半年。半年之后，整个被拆掉，其实心里是很痛，就觉得自己花了那么大的心血，就好像把你的孩子杀掉一样。到卡诺在拍的时候又被拆掉一次，就从赛德克之后，心里就一直想说，我真的很想要，因为电影的拍摄，然后就把整个场景留下来，把那个场景规划为更适合台湾艺文发展的一个基地的概念。既然我们这次要做的是400年前的台湾，是台湾刚开始各个族群刚汇集，刚慢慢走向一个近代史过程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场景给留下来，永远的使用，刚刚让它变成是永远的一个园区，所以才开始有一个动机，就想说谈谈看能不能有一个地方真的可以被圈下来，然后变成我们的一个搭景的地，然后也变成一个园区地。只是这个梦现在做到现在为止，已经越做越大，大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是真的蛮庞大的这样。3个故事、3个角度、3个族群、1个时代。3部片，一部是从台湾平埔族台南那一带的西拉雅人的角度，一个是从汉人海盗的角度，一个是从荷兰传教士的角度。3个族群、3个角色来看一个时代。3部片的开场都是荷兰人来的，3部片的结尾都是郑成功来的。我们想要把台湾刚刚进入到世界轨迹，刚刚站上世界舞台的那个时间点给诠释出来。特别是台湾的开场，台湾的一开场就是世界等级的，欧洲人、日本人，还有华人，还有当地的原住民，还有非洲的土著，太多的族群混杂在一个小小的安平这个地方。我觉得台湾的爆发性的开场，我很想要介绍给全世界，也想要跟全世界证明说，台湾真的从400年前就进入世界的轨迹，就进入世界的舞台上。其实《海角七号》版的是我所有已经完成的电影的最后一本。那我是1992、93到台北，学到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没有工作做的人，有的就是时间。一开始先写的赛德克巴莱的剧本，那无意间发现台湾3部曲的这个故事的原型。但是赛德克写完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我不会再用一个角度来看事情。赛德克的复杂性让我学着用各种族群、各个部落的角度来看事情。也就是因为赛德克写完之后，我决定台湾3部曲要用3种观点、3种角度、3个电影来写。希望当时在台湾的3个大的族群里面，都有各自诠释自己角度的空间，都有自己当主角的一个机会。花了好长的时间在寻找那些资料，最后才用半年的时间，好好每天坐下来把这个剧本给写完成。16世纪、17世纪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的意思就是世界上的第一次大交流，因为海洋的文化诞生，欧洲、非洲、亚洲、美洲有了连结。海洋的文化带来的虽然是侵犯，可是带来的也是另外一个世界大交流的一个机会。我是觉得在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也许那些痛都曾经发生过，但是我们要怎么让这个痛变成我们的养分，让我们可以往前进，而不是说把这个痛变成是一种不愿意磨灭的伤害，任它腐烂下去。伤口还是要结痂，还是要剥落，还是要继续长肉长皮。大家在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带着记忆，但是带着前进的力量。我只是会想要说，把自己展现出来，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故事展现给世界看，
其实用故事沟通比讲道理还来得有用。用故事、用情境、用戏剧的方式来讲我们的故事。我觉得和解的第一个起头呢，就是我了解你的过去，你了解我的过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本身的我们带了什么样的特质，带着什么样的个性，再跟人沟通。先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好，让世界看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故事，这样。就是电影拍完之后，场景留下来，把留下来的场景规划成它是一个历史园区。我们所搭建的房子都是17世纪台湾该有的元素，比较有欧式风格的，是比较闽南式风格的，还是纯粹原住民式风格的。依照它历史的状况，把它呈现在这个园区里面，打造出一个大概20公顷的台江内海，把2座城堡热兰遮城跟普罗民遮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平古堡跟赤坎楼，依照那个该有的样子，原尺寸的把它搭建出来。我们就想说，如果这个园区未来它除了是影城的概念以外，除了电影这边永远放映，然后很多的艺文展览空间，它也是历史文化的园区，它也是艺文展演的空间，它也是个商场，就像古罗马城一样，就像威尼斯一样，在旧的建筑体里面有些新的商业活动在进行，食衣住行娱乐都有，包括它也是一个度假村的概念，然后它也是一个历史教育训练的一个园区，也是个游乐园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造镇的计划，特别是在应付未来那个科技艺术的呈现以及大数据消费的这种行为轨迹，都统合在它的智能服务的这一块。目前预计2024年电影会做上映，同时希望2024年至2024年的最后一天电影会公开，希望2024年的最后一天园区可以进入到试营运，第1期正式营运应该会在2025年7月、8月左右，分个2期或3期的方式来开园。从赛德克开始，就一直在海外、北美、欧洲都有陆续一直跑过一些放映。我们也真的得到很多乡亲的支持，来看电影，来给我们很多的打气跟鼓励。这一次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我们希望不是只有在台湾的台湾人会把这个事情当一件重要的事，我们也希望海外的台湾人，你们的意识其实比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更强烈，你们在国外更能够感受到台湾的能量。我还是强调，今年因为防疫的问题，让台湾被世界看见，被世界注意到了，然后世界也不断的做球给我，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说话。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得分点。我觉得2024是台湾的400年，是我们可以向世界说台湾故事的这一年。我希望这是我们的杀球得分点。我希望大家协助让这个事情完成，让在台湾也好，在海外的台湾人也好，让你们可以即使在当地都能够走路有风。希望你们可以协助我们这一次的赞助支援，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个计划推出来的时候，对这种群众集资，其实我会很担心。第一个是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我，第二个是这么样的去募集这些钱，如果说它很慢，对人性失望这样子，很紧张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会相信说，少了一点钱，如果可以参与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帮这个忙啊。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倾尽全力在做这个事情，这么大的一事情，这么庞大的计划，不应该只丢给一个电影导演，不应该只丢给一个电影团队来解决。我觉得应该全民参与，让这个事情变成是台湾人的事，台湾人的事变成是世界的事情。因为我一直都认为，台湾400年不是安平的事，不是台南的事，不是台湾的事，而是世界上的事情。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世界的台湾，台湾史本来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我也希望大家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大，参与我们很小额的钱赞助这个计划，一群人都捐一点，这个事情就很大。那请大家多多帮这个忙，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感动自己的机会。
各位加拿大的乡亲，大家好，我是魏德胜。阮本身是一个做电影的团队，阮无法度把这个计划用甲遮尔啊大，所以阮希望大家乡亲通斗相共，阮这个计划真正当做出来。不管安怎，我一定会做出来啦。只是讲，互阮做的过程里面较顺遂的，莫互阮哪终止哪要做好代志安尼。其实这件代志我真希望讲，咱大家来斗相听啊，斗赞助啊，互阮这代志做出来了后，阮会当甲全世界人讲，这是阮台湾人家己做出来的电影，这是阮台湾人要甲世界证明讲，阮有400年前，阮就是世界的舞台的一部分。我唔是伫中国史内面，我是伫世界史内面。啊，希望讲，各位乡亲斗相赞，阮即个计划当顺利进行完成。希望讲，大家人斗相赞，就来安尼，拜托，多谢。